你以为那是神机，那其实是精确引导的星际空降。你以为圣诞老人是来送礼的，不，他是被军方雷达锁定的头号目标。卡掉，这段不能播，违反星际保密协议。圣诞快乐，社员们！又到了这个充满谎言、强迫消费以及集体对天空产生幻觉的季节。嘿，不要这么负能量。圣诞节是关于爱、分享以及大气层异常电离现象的日子。爱与分享？那你拿辐射仪扫描圣诞树是怕礼物有毒？你不懂，圣诞夜是全球电池信号最混乱的时候，我这是在监测 HARP 的干扰波。身为理性科学代表，我必须确保脑波没被节日音乐洗脑。洗脑？你确定我们庆祝的不是一次星际入侵纪念日？你说什么入侵？想想看，2000年前，一个发光物体从天而降，指引外国人寻找婴儿。这听起来不像神话，倒是一次精确的轨道空降任务。那是伯利恒之星，是木星、土星合相，都有科学解释的。是吗？那为什么全程只有3个智者看见？这听起来不像星星，更像是只能被特定接收器读取的加密信标啊！还有，现代军方为什么要用追踪核弹的雷达来追踪圣诞老人？那是 NORAD 的清明活动，为了让孩子开心，或是为了训练下一代习惯全天候监控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圣诞节背后那些不科学的真相，从伯利恒 UFO 到军方阴谋。马太福音第2章，东方来了几个博士，说看到了一颗星，特地来拜星王。辉仔，外星专家怎么看？可，这绝对不是飞船。根据天文学家科普勒计算，公元前7年发生了极罕见的木土星3次合相，木星代表君王，土星代表守护者，发生在双鱼座。博士们是解码了这条天象电报，跟飞碟完全无关。听起来很学术，但你忽略了马太福音2:9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，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这个哪个天人行星可以导航，还能刹车，精确悬停在某一栋房子屋顶上啊？那是视差，是行星逆行。地球超车外行星时，视觉上行星会看起来像停住，然后后退。停在南边天空和停在房子上空是2码事吧？星星离地球几亿公里，怎么标记特定建筑物？能做到低空飞行、智能导航、随时刹车的发光体，现代术语叫无人机或 UAP。 不可能！星际不干预条约第38条禁止介入原始文明宗教，如果有飞船导航，驾驶员早就被送向军事法庭啦。所以你承认有星际法条了？我是假设
而且西越王为什么看不见？如果是飞船，应该全程都看得到啊。这更证明了那是高科技，低可观察性，它可能只对特定目标发光。结果呢，西律王找不到婴儿，屠杀了全城2岁以下男孩。如果这是导航，那这是一次造成严重附带损害的失败行动。所以我说那个驾驶员肯定被流放了，技术太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要相信科学，是行星合相。既然你不喜欢古代 UFO， 聊聊现代的。1980年圣诞节，英国兰道申森林有录音，有证人，有辐射数据。哈，这才是我的强项。英国版洛斯维尔就在战术核武基地旁边。12月26日凌晨，巡逻士兵看到森林里有怪光，他们以为是飞机坠毁，结果看到了一个三角形的金属物体。2天后，哈尔特中校亲自带团去调查，还录到了辐射读数。听到了吗？辐射读数 0.07 毫伦钦，证明有物理残留。0.07，辉仔，一根香蕉的辐射量可能都比这个高，这叫背景辐射。但是有峰值，而且宾尼斯县长摸到了飞船，脑中被下载了一串2进位代码。解码出来说，人类探索持续中，源自公元8100年。8100年？是的，这推翻了外星人假说。这不是外星人，这是未来人，是人类后代利用时间旅行技术回来看视我们。哼，未来人回来过圣诞，或者是他们回来看笑话，看看我们怎么追着灯塔跑。灯塔？当时奥弗尼斯灯塔就在对面，闪烁频率跟哈尔特表述的眨眼完全一致。那代码呢？代码里有大金字塔、神话岛屿海巴希尔，这根本就是科幻迷写的同人小说。还有另外一个理论， SIS 英国空降特勤队的恶作剧，他们说要报复美军，用氦气球跟照明弹搞了一场大戏，这不比未来人更合理吗？气球不会心灵感应，我拒绝接受这种羞辱，我宁可去相信是时空旅客。随你便，反正不管是未来人或是英国人，那一年的圣诞礼物就是让美军在全世界面前丢脸，这也算是一种圣诞奇迹吧。好吧，蓝刀声太沉重了，我们来聊点温馨的。NORAD 追踪圣诞老人。1955年，希尔斯百货在报纸上登广告，让小孩打电话给圣诞老人，结果印错号码，印成了康奈尔上校 Harry Sharp 的红色保密专线。传说中的红色电话直通五角大厦和白宫，用来发布核战指令的那只。没错，上校接到一个小女孩的电话，问：“你是圣诞老人吗？”上校没有生气，反而扮演了圣诞老人。Yes, sir. This is Santa's headquarters. 从此 ，NORAD 每年圣诞夜都会用雷达追踪圣诞老人，这多感人，铁汉柔情啊！哼，辉仔，你真的相信军方会因为一个打错的电话就开启这项传统？你太天真了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心理战。心理战？对谁？对6岁小孩？对大众。1955年是冷战最紧张的时刻， NORAD 需要让大众觉得天上有雷达随时盯着是好事，而不是恐怖的事。还有什么比我们用雷达保护圣诞老人更好的宣传？这是在告诉孩子们，连圣诞老人都需要美国空军的护航才能安全飞行。这是在将军事力量与节日安全感强行绑定。可是
有战斗机保护礼物不是更安全吗？这是全民公敌的节日特别版呐，辉仔。以前的圣诞老人只知道你乖不乖，现在的诺瑞的圣诞老人知道你的热成像、你的 IP 地址，还有你家烟囱的精确坐标。我只是想知道我的乐高什么时候会送到。政府连圣诞老人都能追踪，你觉得你的隐私还存在吗？你把我的童年回忆变成了1984。还有更糟的，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说过，为什么圣诞老人要穿红色？我知道啊，因为可口可乐。是啊，在1931年之前，圣诞老人穿绿色、棕色甚至兽皮，是可口可乐的广告把它定型成了红白色，为了卖汽水。所以圣诞老人是军方的监控工具，又是资本主义的推销员呢。欢迎来到现实世界，外星男孩。在这个地球上，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奇迹，连圣诞节都是军工复合体和跨国企业的联名行销活动。最后，终极圣诞阴谋。如果平安夜天空出现巨大神像对你说话，你会怎样？我会拿出光谱仪分析它的波长。大多数人会跪下膜拜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蓝光计划 Project Blue Beam。 42集莫纳斯他的阴谋论，全向投影不可能投射全球，耗能太大了。技术在进步，辉仔。蓝光计划的第二阶段太空大秀，利用卫星和雷射在世界各地投射出当地的神级影像，然后这些影像会融合成一个新神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。如果全人类都相信神降临了，而且神要求大家团结在一个世界政府之下，谁敢反对？可是声音呢？每个人听到的语言不一样啊。第三阶段，电子双向心灵感应，利用极低频波直接把声音打进你的大脑，你会以为那是神在跟你说话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内心声音。脑控波，这违反了神经伦理学。还有更猛的，如果这场秀不仅仅是神降临，还伴随着外星人入侵呢？看看这张图，这是1918年神秘学家克劳利召唤出来的魔鬼，他叫 Lum。 看看那个大头，那个小嘴，那个黑眼睛，辉仔，他不觉得很眼熟吗？哇，他长得好像我的表舅哎。这就是阴谋论的交汇点。有人认为所谓的外星人其实是跨维度的魔鬼，或者是像 Lam 这样的存在。蓝光计划的第四阶段就是伪造一场外星人入侵，或者是一场背题，利用人类对未知的恐惧，迫使大家交出最后的自由，换取保护。所以你是说，如果今年圣诞节我看到 UFO， 那可能不是我的表舅来接我，而是 NASA 的投影机呀？很有可能，这是一场结合了高科技和黑魔法的终极魔术秀。我再也不敢抬头看天空了。伯利恒试金是无人机，圣诞老人是军方间谍，外星人是魔鬼投影，地球太危险了。别这么沮丧了，辉仔。怎么可能不沮丧？你把我的节日毁了。其实这些阴谋论反而证明了一件事，人类渴望奇迹，渴望有更高维度的力量来指引我们。没错，虽然军方利用圣诞老人，但我们探索未知的精神就是真的，理性、务实、科学。没错，但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各位社员，关于伯利恒之星，你相信哪一种解释？ A. 天文巧合，就像辉仔说的，只是木星和土星刚好走在一起，被古人过度解释。 B.
星际导航，那是一艘金色悬停的母舰，正在执行空降任务，也许还使用了隐形字数。C 纯属虚构，根本没有星星，那只是为了神话故事而编造的文学情节。我选 A， 一定是 A， 大家要相信科学。哼，辉仔，我赌留言区会有很多人选 B， 而且他们可能看过你也没有看过的东西。不会吧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。还有，如果你今天晚上看到什么奇怪的星星，记得把坐标传给诺瑞的，或者直接躲进床底。喂，大家圣诞快乐！记得订阅按赞。